你想象一个超级矛盾的情境，我们身体里有一个基因叫做贝塔 catenin， 它平常是个模范神，对我们组织正常运作非常重要。但，只要一个小小的突变，它就能变成一个超强的致癌驱动因子。这确实是几十年来癌症生物学最大的谜团之一，对吧？但最奇怪的是，并不是所有突变都一样，而且同一个突变在身体不同部位造成的影响也完全不同。我们一直知道这个基因很重要，但就是搞不太懂它的规则。不过你交给我们的这几份算是2026年的顶尖研究报告，看起来终于开始解开这个谜团了。是，所以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要一起来看看，为什么有些癌症患者明明带着一模一样的基因突变，结果却天差地远。一个肝脏细胞的地质又是怎么决定它会不会癌变？还有，科学家到底是怎么为这个基因的每种突变评分，来预测它的致癌强度的？没错。好，那我们就从一个临床上的谜题开始吧。假设有2位子宫内膜癌患者，他们癌细胞中那个叫做 CTNB1 的基因有着完全相同的突变。一模一样的突变。但一个患者的癌症复发了，另一个却没有，这到底是为什么？这里就是第一个啊哈的时刻，关键其实根本不在那个突变的贝塔 catenin 本身，不在他身上，那在哪？在它的保镖身上。有一份研究发现，细胞里有另一个叫做 CD73 的蛋白质，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那个突变贝塔 catenin 的专属监护人。等等，保镖，这很有趣，意思是癌细胞里面竟然还有个东西在管着那个最强的坏分子。问得好，这个 CD73 的工作就是把贝塔 catenin 紧紧地绑在细胞膜上。绑在细胞膜上。对，当贝塔 catenin 待着细胞膜的时候，它就惹不了麻烦，就算它突变了，也没办法乱跑。我懂了，所以它跑不进细胞核里去。就是这个意思。但如果细胞失去了 CD73，保镖溜去休息了。没错，那这个突变的贝塔 catenin 就自由了，可以跑到细胞核里面，然后启动那些驱动癌症生长跟复发的基因。所以这表示我们不能只看突变本身，还要看它周遭的环境。完全正确。而这个环境的概念，在我们看肝脏的时候，就变得更加迷人了。对，这个地点的概念，你分享的另一篇研究就说，一个细胞的物理位置，它的邮递区号，竟然能决定它会不会变成肿瘤。是的，我们要先了解一下肝脏的结构。肝脏有不同的功能分区，叫做肝小叶第1、2、3区。正常的 WNT 贝塔可汀因信号通路，其中一个作用就是维持这些分区的特化功能，特别是第3区的细胞。好，这里我就卡住了，这就产生了一个矛盾了。同一个信号通路，怎么可能既负责正常的分化，又驱动癌症？这正是它超级有趣的地方，对吧？对啊，正常的信号竟然也致癌，肝脏是怎么应对这个矛盾的？它的应对方式非常聪明。WNT 贝塔可汀因信号的预设功能是将肝细胞推向一个高度特化、停止生长的第3区状态，一个职人状态。对，一个专业职人。这种状态天生就抵抗肿瘤形成，即使带有致癌突变，这些细胞也不会增生，它们被锁定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哇，所以细胞自己的程式设定竟然成了对抗突变的防御机制。完全正确。所以要让肿瘤形成，那个突变细胞必须要逃脱这种分化状态，它需要找到方法把 WNT 信号的强度调到一个恰到好处的水平。对，一个甜蜜点。同时还要开启其他的生长路径，像是 MAPK 还有 mTOR。而且研究还提到，它需要一个犯罪搭档。没错，就是另一个叫做 MYC 的癌症基因，他们2个如果联手，力量会大增。是的，他们就像一对犯罪搭档，创造出让细胞失控生长的完美条件。这个恰到好处的信号概念，完美的衔接到下一份资料了。如果不同强度的信号是关键，那我们要怎么测量每种突变的威力呢？
这就是第三份研究最令人赞叹的地方。为这个基因热点的每种可能突变创造了一把瑞士地震仪。这个比喻很贴切。他们用的技术真的在10年前根本是科幻小说。他们系统性的创造了带有那个关键区域全部342种可能突变的细胞。全部300多种？对，每一种都做了。然后去测量每一种突变能多强烈的激活癌症信号，最后给每一种突变一个突变效应分数，也就是 MES。那这把瑞士硅木揭示了什么？它是不是推翻了我们过去的一些想法？它彻底打破了过去的简单模型。以前我们都觉得突变在某个位置就很强，但结果根本不是这样。哦，即使是同一个位置，不同的突变分数也可能天差地别。比方说，某些过去我们认为没那么强的 T41位点突变，分数其实高到破表，甚至比以前认为是强突变的位点还要强。对，比很多 S37的突变都还要强。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某些 T41突变在病人身上那么常见。原来如此。那这个分数有没有解释为什么不同类型的癌症行为差那么多？这就是第二个重大发现。不同癌症似乎会挑选不同分数范围的突变，子宫内膜癌就偏爱那种分数最高的强突变。那肝癌呢？肝癌就很有趣，它混合了强、弱两种突变，或许就能解释为什么肝癌的行为这么多样化。哇，那这一切对病人来说意味着什么？这就是它变得非常实用的地方了。在肝癌中，这个分数可以预测一些关于肿瘤的关键资讯。没错，但有高分，也就是强突变的肿瘤，倾向于是免疫冷肿瘤。免疫冷肿瘤，意思是他们很会躲，免疫系统看不到他们。完全正确。这些肿瘤里面几乎没有可以攻击癌细胞的免疫细胞，但相反地，带有低分，也就是弱突变的肿瘤，则更像是免疫热肿瘤，里面有很多免疫细胞浸润。对，战火连天。这实在是太反直觉了。我还以为越强的致癌突变会让癌细胞看起来越奇怪，越容易被免疫系统抓到。结果是相反的，这也呼应了另一份研究的发现。如果直接用药物去降低 beta-catenin 信号，反而能增强免疫反应。所以，对于那些带有超强突变的冷肿瘤患者，如果我们先用一种药，把那个最强的致癌信号稍微转弱一点，把它从隐形模式逼出来，变成一个免疫系统看得到的热肿瘤，然后再用免疫疗法去攻击它。这就是目前最令人兴奋的可能性之一了。好，我们总结一下，我们从一个临床谜题出发，探讨为什么同样的突变会导致不同结果。我们发现答案，不只是在突变本身哦，关键在于细胞的大环境。没错，关键是脉络。有没有像 CD73这样的保镖蛋白存在？细胞在肝脏里的邮递区号，还有那个致癌信号的精确音量。而现在，我们终于有办法为这个音量打分数了。是啊，如果我们把这一切放到更大的格局来看，这告诉我们，对癌症的理解正在超越基因 X 发生突变这种单一视角。它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对，突变的后果是由整个细胞环境共同塑造的。整个讨论下来，有一个点一直在我脑中盘旋不去。说来听听。就是一个弱突变反而可能导致一个更容易被免疫系统攻击的肿瘤。这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如果一个更强的致癌突变会创造出一个免疫系统更难看见的冷肿瘤，这是否意味着未来某些疗法的设计目标不应该只是杀死癌细胞？你点出了一个可能颠覆我们治疗哲学的观点，而是要策略性的去削弱它们的主要信号，好让它们重新被我们的免疫系统看见。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问题。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未来最高明的疗法或许不是用蛮力去摧毁癌细胞，
而是像个高明的骇客一样去调控那个核心信号，把它从一个强大的隐形敌人降级成一个我们自身免疫系统就能清除的目标。这或许才是能真正治愈癌症的长远之路。